从谈判到战争，伊朗犯了致命的错误。2月底的日内瓦谈判桌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对着镜头说，双方达成了深入理解。那个时候，德黑兰的决策层或许真以为自己掌握了这场博弈的主动权，但仅仅48小时，美以联军的战机就组团杀到了德黑兰。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级军政官员在空袭中身亡。很多人以为是美国不讲武德，但当我们复盘整个过程，就会发现，伊朗几乎亲手掐灭了每一个和平的机会。从2025年谈判重启到2026年战火燃起，伊朗到底犯了哪些错误？其实答案就藏在开战第一天了。2月28日，当美以联军的导弹落在德黑兰时，伊朗官方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震惊与茫然。当天上午，伊朗内政部发表了一份声明，措辞非常有意思。他们说美以无视所有国际法，并在谈判期间肆意妄为。注意这个措辞，什么叫在谈判期间？这说明在伊朗高层的认知里，他们压根儿没觉得谈判已经破裂了，甚至可能还在期待下一轮会谈。这点在伊朗外长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空袭发生数小时后，阿拉格齐接受了 NBC 的采访，面对镜头，他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谈判取得进展时，他们却决定袭击我们。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就在48小时前，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还在日内瓦对媒体表示，双方不仅取得了进展，而且这轮谈判是最严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他们甚至用了相互理解这个词，说双方在一些关键议题上更接近达成共识。同一天，调停方阿曼的外交大臣也出来站台，说谈判取得了显著进展。可能直到导弹落地的前一刻，伊朗外交官们还在打包行李，准备下周去维也纳继续谈技术细节。他们从始至终都忽略了一件事，在此期间，美方全程保持沉默，而这个信号德黑兰完全没读懂。阿拉格齐的这种困惑暴露了伊朗高层对游戏规则的根本性误读。在德黑兰的逻辑里，只要还在谈，美国就不会动手，局势就还有转圜余地。这种逻辑让他们即使挨了打，还以为美国依然在和他们玩边打边谈的游戏。在同一场采访中，阿拉格齐宣布，伊朗愿意在美以联合袭击结束后，寻求缓和局势并重新谈判的机会。他甚至留下了一条沟通渠道：如果美国人想和我们谈，他们知道怎么联系我。他或许还以为美以还是炸几轮就走，以便后续谈判拿捏伊朗，但他忘了现在不是2015年，局势也没有给他们留下讨价还价的空间，既想要解除制裁，又不愿意在美国最介意的问题上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这种既要又要的思维实在是太过天真，这种天真贯穿了整个谈判过程。让我们把时间线往回拨，就会发现伊朗在谈判桌上埋下的雷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首先就是最高层对谈判价值的否定。2025年2月7日，特朗普刚释放愿意谈判的信号，哈梅内伊就公开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与美国谈判的经验证明这是不明智的，对解决问题毫无作用。这句话听起来很硬气，但他在谈判桌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谈判代表从一开始就知道，对面坐着的伊朗外长手里根本没有真正的决策权，美方会怎么想？他们会认为伊朗的任何谈判姿态都只是战术拖延。结果就是2025年4月到5月，美伊在阿曼和罗马举行了5轮间接谈判，伊朗方面始终在部分进展的边缘打转，始终拿不出一个能让特朗普拍板的方案。等到6月，以色列突袭伊朗，美国轰炸核设施后，谈判直接中断了8个月，而这也引来了伊朗在谈判桌上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就是过度依赖从前的经验。按常理，如果真怕打仗，在这种时候应该赶紧通过紧急外交渠道把进程修复起来吧。如果真的不愿意妥协，至少也应该趁这个窗口赶紧多拉一些朋友站队吧。但是伊朗没有，他们试图复制过去伊核协议的谈判经验，以为可以通过长期谈判消耗美国耐心或者分化美以立场，所以干脆采用拖字诀，竟然就这么晾了8个月。直到2026年2月，美军航母都开到阿拉伯海了，才慌慌张张重启谈判。伊朗人可能以为时间在自己这边，拖得越久，美国耐心就越少，自己手里的筹码就越多。但他们忘了一件事，特朗普不是奥巴马。2026年2月20日，日内瓦谈判前夕，发生了一件在外交界堪称社死的事。根据路透社报道，当时调解方阿曼的官员把一封美方的信函转交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据说里面装着与导弹相关的提议。然后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阿拉格齐当着阿曼官员的面拒绝打开，直接把信退了回去。同一天，特朗普对媒体确认，他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初步的有限军事打击。你退信，他磨刀，时间线完美重叠。对于一个把交易和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总统来说，退回信函比直接骂街更具挑衅性。这意味着连谈都不愿意谈。伊朗可能以为自己这是在展示强硬，但在特朗普看来，这等于给脸不要脸。
结果就是伊朗错失了一个可能了解美方真实底线，甚至可能通过部分让步换取临时协议的机会，反而加速了美国从外交施压转向军事选项。更诡异的是，伊朗似乎完全没有把谈判桌之外的信号当回事。2月6日，美伊在阿曼重启谈判时，美方代表团里坐着谁？身着军礼服的库珀，一个现役4星上将，现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亲自参与外交谈判，这本身就是个极其强烈的信号，说明在美国眼中，这一次谈判和军事是绑定的。同一时期，美国向中东先后部署了林肯号和福特号双航母战斗群，上百架战机。伊朗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也在搞军演，还放狠话称航母可以击沉，试图通过同样的威慑来反击美国。他们把美军的部署单纯理解为威胁，却没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提醒。美军压得越狠，说明特朗普越想在短期内解决问题。如果你这时候能拿出一份还算有诚意的方案，或许真能让特朗普按下暂停键。但伊朗没有，他们似乎真的以为他们和美国是平等谈判者。拿出的方案是可以向美方提供能源和矿产作为经济基地，但导弹计划和地区武装问题免谈。到了这种时候，他们还在谈有浓缩风度、谈制裁解除的阶段，在技术细节里打转，对美国最关心的问题分毫不让。殊不知对方早就失去耐心了。回看整个谈判周期，伊朗做出的选择每一个单点出来都足以让谈判陷入僵局，而伊朗把它们全部叠在了一起，最后直接导致谈判破裂。在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拿到了谈判的主动权时，特朗普按下了军事行动的开始键，而伊朗则在已经跑偏的路上越跑越远。最要命的就在这里，他们把战场也变成了谈判桌的延续。谈判桌上的误判还能归结为外交经验不足，但开战后伊朗的操作则完美复刻了谈判桌上的混乱逻辑。2月28日，导弹落地后，伊朗面临一个选择：是收缩防线保住核心，还是扩大战线拉更多人下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3月1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紧急表态，说伊朗无意攻击邻国政府，但会打击这些国家的美国基地。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迪贾尼也在社交媒体上强调要打击美军基地。用他的话说，这些基地不是地区国家领土，而是美国领土。这套说辞听起来挺有道理，对吧？但问题来了，导弹不长眼，它不会精准区分所谓的美国领土和邻国领土。结果是什么？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落在了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当伊朗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伊朗的军事行动就不再是单纯的对美伊的报复了，而是对邻国主权的侵犯。这个区别至关重要。海湾国家确实有外国军事设施，但他们是主权政府，任何对其领土的打击，即使目标是外部势力，也必然会引发国家的愤怒和集体防御的要求。伊朗可能以为，反正这些国家平时跟美国走得近，打一架也没事儿，但他们忘了一件事：主权这个东西，平时可以含糊，挨打的时候绝不能含糊。3月11日，后果来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817号决议，决议明确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打击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立即停止对这些国家的攻击。这份决议获得了13票赞成，2票弃权，没有一个国家投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国际社会眼中，伊朗已经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更讽刺的是，伊朗一直强调自己的打击只针对美军基地，但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的打击目标很清晰：美军基地、能源设施还有外交区，包括酒店、机场等民用设施。这套组合拳让海湾国家付出了惨重代价。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被迫暂停，阿联酋多个设施遭袭，机场关闭。但代价更大的是伊朗自己的外交孤立。当海湾国家发现自己的中立换不来安全，他们唯一的选项就是更紧地抱住美国大腿。或许伊朗觉得这些海湾国家的战队也没什么影响。紧接着，伊朗祭出了他们的王牌霍尔木兹海峡。3月2日，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直接掐住全球能源的脖子。但这个举动把伊朗推到了另一个悬崖边，事关全球能源命脉。伊朗觉得封锁海峡就能拿捏住美国，以为可以借此掌控局势。结果他招来了更强硬的回应。3月10日，特朗普在迈阿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如果伊朗胆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实施比以往猛烈20倍的打击。同时涉及到能源，其他国家也不能坐视不理。3月10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通了电话，三国领导人达成一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至关重要，他们将在面对伊朗威胁时密切合作。这下不只是海湾国家了，伊朗的举动直接把自己逼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更诡异的是，伊朗内部对是否封锁海峡这件事口径完全对不上了。3月12日，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在安理会外对记者说，伊朗不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就在同日，莫杰塔巴发表上任后首份声明，明确表示必须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伊朗的战略杠杆。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响应最高领袖指示，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封锁和必须继续封锁，哪个才是伊朗的真实政策？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回头看伊朗的每一个决策都在印证同一个逻辑：高估自己，低估对手，误判局势。封锁海峡引爆全球能源危机，打击海湾国家，结果把自己变成地区公敌。其实相比于很多国家，伊朗原本是有一手好牌的，现在每一张牌伊朗都打出去了，但都打出了反效果，最后只能成为一个让所有国家警醒的教训。谈判桌上容不得既要又要。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接连误判之后，伊朗真的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